先我講32樓40不惑，50依天命，60依神，70就隨心所欲噶咯。點解70歲就可以隨心所欲啦吓？人生70古來稀嘢啦，以前好少有70歲個，咁咪想做乜就做乜啦，唔違規就得噶啦。人生70古來稀呢句說話，相信大家都聽講過。稀即係稀有少見嘅意思，呢個說話嘅意思即係話70歲高齡嘅人喺古時候係好少見、好稀有嘅事嚟嘅。咁當然依家係好普遍啦，係咪？譬如話我阿婆都97歲啦，仲係咁精靈，係咪？但係喺古時候70歲已經算係高壽，算係好長命、好難得嘅事嚟嘅咯。呢個都係因為古代社會嘅生產力低，條件又落後，醫療水平又差，老人啊、細佬哥有啲咩頭暈身㷫嘅嘢都有可能一命呼嘅，尤其係生活喺社會底層嘅老百姓啊，又要經常做粗重功夫啦，又要經常擔擔抬抬，食又食唔得，着又着唔暖，呢個時候有啲咩頭暈身㷫啊，都唔捨得去睇啊。咁再加上當時候處於戰爭時代，傷亡又多，老百姓真係一啲抵抗力都冇嘅，平均壽命都係得30-40歲嘅啫。所以喺古時候可以活到70歲，已經算係好難得、好少見、好慶幸嘅事嚟噶啦。孔子曾經有講過：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。咁意思即係話一個人可以活到70歲，已經算係好長命噶啦。咁雖然呢個年紀身體係大不如從前，但係已經看透好多人情冷暖。只要唔做一啲違反規矩嘅事嘅話，就可以順從自己嘅心意嚟活啦。所以呢個70歲唔單止係稀有，仲係古人好渴望得到嘅長壽。呢個就係人生70古來稀啦。不過好多人淨係知道呢一句，而忽略咗前面仲有一句。前面嗰句先至係作呢一首詩嘅人想表達嘅意思，先至係佢真正嘅處境。可能係驚為老不尊，教壞子孫啦，咁所以好少人提起。呢首詩其實係出自曲江二首嘅，係杜甫最落魄、最辛酸、最窮嘅時候寫嘅。咁大家一齊嚟欣賞下吓。原句係：朝回日日點春衣，每日江頭盡醉歸。酒債尋常行處有，人生70古來稀。杜甫嘅意思即係話，我每日上朝翻嚟就去當鋪當咗春天要着嘅衫，換啲錢翻嚟再去江邊買酒飲，飲到不醉無歸。酒債尋常行處有，人生70古來稀。呢一句說話嘅意思即係話，佢身上係冇錢嘅，但係佢就爭落好多買酒錢，爭落好多酒債。不過喺杜甫心目中都係一件好平常不過嘅事，因為畢竟人可以活到70歲都係好少見噶嘛。咁呢首詩係758年作嘅，當時候正係處於安史之亂。杜甫作呢首詩嘅時候得46歲嘅啫。咁但係點解40零歲嘅人就會感嘆70歲古來稀呢？吓，呢一個就要從杜甫嘅處境開始講起咯。杜甫自細就已經飽讀詩書，係一個好有理想、好有抱負嘅人。寒窗苦讀都係想考取功名，投身仕途，報效國家。但係好可惜，考咗好多次科舉都考得唔理想。呢一個唔係因為杜甫冇乜才華吓，而係因為當時唐玄宗有一位宰相叫做李林甫，佢係一個奸臣，係一位小人嚟嘅。李林甫有個特點嘅，就係妒忌心好強，專門係妒忌啲有才華、有能力嘅人，為咗鞏固自己嘅地位同官職，仲不斷極力去壓制啲有才華嘅賢士。杜甫都係到咗40歲之後，先至撈得個8品官嚟做，連一家大細都養唔起，喺朝廷又冇話事權，又冇地位。咁當時候唐朝又經歷緊安史之亂，由盛轉衰，大唐盛世一去不復返。咁皇帝當時候咁心煩，肯定係想聽一啲好消息、勝利嘅消息噶嘛。但係偏偏呢個正直不阿嘅杜甫喺皇帝最心煩嘅時候，就去幫嗰啲戰敗嘅官講好說話，勸皇帝從輕發落。咁肯定呢一下就激到皇帝興過辣雞噶啦，係咪？得罪皇帝又點會有運行呢？係咪？咁自此以後，杜甫就鬱鬱不得志啦。眼白白睇住自己嘅國家每日經歷風風雨雨，但係又無處施展自己嘅才能。喺佢最心煩意亂、最迷惘、最墮落嘅時候，咁杜甫就選擇每日借酒消愁啦，日日都買酒飲。如果冇錢買嘅話，就將屋企值錢嘅嘢當咗佢，再用嚟買酒飲，日日都借酒消愁。就係喺呢個時候，杜甫就寫出咗呢一首詩：
走債尋常行處有，人生70古來稀。唔單止係一種無奈，仲要係心灰意冷，無能為力。但係唔理得咁多噶啦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嘛。畢竟人可以活到70歲係好少有嘅，人生苦短，要識得及時行樂。嗱，呢一句就係當時候杜甫嘅感慨啦。咁當然佢嘅處境係情有可原嘅，但係自暴自棄，當咗啲嘢用嚟買酒飲，爭落周身嘅酒債，呢一個行為就唔係咁好啦。咁可能亦都係怕教壞後代啦，所以酒債尋常行處有呢句說話好少人提起，但係人生70古來稀呢句說話就街知巷聞，俾人記住咗啦。咁其實到咗70歲都包含咗好多甜酸苦辣嘅，可以活到70歲都係一件好開心、好值得慶幸嘅事。不過70歲只不過係一個年齡階段，而唔係一個年齡界限。我哋唔應該俾一個年齡所牽絆嘅，年齡亦都唔係人生嘅枷鎖。人一世物一世，活到幾多歲唔重要，活得精彩，活到冇遺憾先至係最重要。你話啱唔啱呢？好啦，到最後循例要問下你啦，你係讀杜甫定係讀杜甫嘅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